嗨，欢迎回到甜品娃，又到我最兴奋的课堂时间了。我们这一次呢，又欢迎到我们的 VBL 的另外2部曲的演员群来到我们现场，让我们来欢迎保留席位还有很久定律的4位主演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黄成邦，我的另一半在保留席位里面饰演的是刘丽，对，然后他是一个就是小白兔，然后我是大野狼。然后就带他去体验爱情的这段过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玄宇，我的另外一半在保留席位里面饰演的是古静，他是牛肉面店的老板，然后会带着小白兔刘丽一起去体验爱情，把它吃掉。大家好，我是吴秉承，我的另一半在很久定律里面怎样？学他们啊、学吗？好，很久定律里面他是饰演很久，是一个 AI 机器人，他是一开始被派来照顾我，但是后来就是我们在彼此一起生活的情况下，就越来越有火花，然后就开始有点离不开彼此。大家好，我是黄立峰，秉承在很久定律里面饰演的是历史系教授，历史系教授楚一平，然后他是一个平常个性很冰冷、不愿意接近人的人，然后但是在很久的陪伴之下，有了一些改变。看来因为今天太冷了，我们的 AI 有点有点宕机，需要重新开机哦。那在正式开始之前啊，我们有准备一些就是小小的测验，要来考验2对 CP。那我们第一题来喽，请写下彼此第一次见面的地点。好丑，李峰是不是有点犹疑？我写太丑。好了，那我们翻版。他写成第一次约会，我们去北美馆。北美馆看展哦，所以第一次约会去北美馆。对那第一次见面是在试镜的现场，不是这一部戏，是之前的戏，什么样的戏啊？也是 BL，也是 BL 剧。对，所以后来又就是因缘际会2次合作。对啊，其实没有，我们那一次试镜没有合作，它是一个空间，然后要集体表演课的概念。对，他从表演课里面挑出这部戏的主角，然后我们2个都没有被挑到。约会是谁约谁的？美术馆的话是我找他，那一次北美馆有一个大型的折纸的展览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平衡 CP，你们是在 VBL 试镜间，也是在三立电视台。对，今年2月的事情，2月，1月底的的事情。事情。哦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想不起来？我以为去年11月。彼此在社群软体当中，对方的昵称是什么？好，峰，冰，等一下，确定？确定。不能那个为了就我要检查是这一题，然后想一个。但是不是社群软体上的昵称？那是社群软什么？体我没改，就是之前听说他的绰号，有人会这样叫他，所以我就有时候就直接叫他饼饼。不是阿峰跟黄阿静有得比哎。我们都是阿字辈的，对阿峰，就觉得比较没有距离感，对，比较亲切的感觉。黄阿静，什么？黄阿静是他 LINE 上面，你就把它改成叫黄阿静。对啊，因为我本来私底下都叫阿静，然后因为我的 LINE 有个强迫症，就是我要每个人的姓，我才可以。如果之后要找这个人的话，怕会找不到，所以我就统一每个人都要有姓。玄，那为什么会这样叫啊？因为大部分可能不熟的人，可能都会叫秉承、李峰这样。但是我觉得，玄宇就太一般人都可以叫。那宇、小宇大家也都可以叫。那玄就是中间字的中间名字，反而比较少人取，所以就取一个中间的名字。哦，原来是这样的，听起来比较亲密的感觉。对，就比较亲密。好，那我们第3题，最欣赏对方的哪个部位？我知道你没有，不是，我在想要写哪一个4位都好了吗？好，翻我们翻版。鼻子、眼睛，身身高没有，我在想要羡慕的还是最喜欢的，但是鼻子也是啊。饼饼说那个眼睛很有故事。你们也知道他话比较不多，可是他眼睛其实就已经透露蛮多讯息。那你觉得他现在透露什么对，讯息你觉？得现在透露出什么？不知道宕机吧，有点宕机的感那你帮他觉。重开机一下，没错，那你帮他重开机一下。重开机要怎么开机？什么意思？哦，这样就是开机哦。对，好，我们这边哦按钮 OK 在这边。好，那眼睛他的眼睛真的很好看啊！我相信只要有看过保留席位里面的任何桥段有 take 到眼睛，大家应该都会被电到。电到对，因为连我自己在拍的时候，很常比较亲密的戏，很近距离的看眼睛，
我也会瞬间耳朵就红掉了。鼻子，鼻子，因为我觉得他的鼻子蛮挺的。然后其实在就是我们在亲密戏的时候，我很喜欢鼻子摸鼻子的那个感觉。我觉得它比起接吻来的更亲近，因为你可以对，你可以感受到他呼吸吐气的这个我们也蛮喜欢这招的。哪一招？哪一招？摸鼻子摸鼻子。好了，我没有要 Q 磨鼻子啊，你不要这样子，想要自己你不要加这样子戏哦。嘛。好，那我们第4题，如果你们在感情里面会是主动还是被动？这个为什么也要想？这个为什么？还好我没有暖机问答、欸。我们等一下那个啦，我们的李峰。好，我们等你哦。A few moments later. 那我们来看一下，陈邦的答案是被动。被动，然后玄宇是主主动动。哎，刚好2个主动的人坐在中间呢。对啊，那所以通常如果你们遇到喜欢的人，你们都会怎么样展示第一步你们的主动？我比较会表达我的想法，所以我会很直白告诉他我欣赏他什么地方。对，我也是会主动开启话题，就是我会很主动给予很多关心，然后温暖之类的，就试着让对方卸下心防的感觉。就是你们会让对方感受到说啊，他可能就是对我有点意思，这样子，很明白、直截了当的给出直球。对，OK，那被动的部分，如果你们遇到这么主动的人，你们希望怎么样对你们表达爱意？如果有好感，那当然就顺其自然，就是会聊天啊什么，会相处这样。那如果没有好感，当然就自己就消失了，对，就不见了这样。就会吓到，对。对，我觉得我们的招可能就是欲擒故纵吧，欲擒故纵是被动吗？是吧？怎么样一个算吧欲擒故纵？高招哦。对呀、不愧是双子座。就是让人家比较难抓到，对就会一直想说哇，对，好像是这样子。好，那么第5题，2人之间谁更容易感到害羞？玄宇密、李峰都很容易。我们的确都还蛮容易的，就是他有些肢体会让我觉得说哦，他又在害羞的感觉，因为他肢体比较容易会晃来晃去吗？有时候啊，那你也会啊？好，我也会。好其实我们啊，都会。我们两个肢体都，我们两个肢体都都蛮容易紧张害羞的。他们2个已经开始在晃了，2个就开始在那边。刚有喝什么吗？没有。玄宇很容易害羞，当你看到他投射的眼神啊，或者是戏里面，包括现实生活中2个人只要近一点点，当那一刻的时候，我还是会退回像猫咪的那个状态，就是好可爱你们。相信大家就是在刚刚的那个暖机问答中，就是可以更了解他们了。那其实我很好奇，就是你们在知道对方是你们自己的合作对象的时候，有什么样的想法吗？比如说，看到这个人第一印象怎么样？我自己其实就是我有去跟其他演员试过，那我觉得他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，因为他也很想要一起把这一场戏做好，因为我们那时候在排，就是在试戏的时候，我们也进到小房间，因为会有亲密戏，然后我们会要给对方安全感，比如说，我会跟他说，我都可以，那他也说，我都可以碰，就是让我可以很放心的在表演里面。后来确认是他的时候，我觉得，也很开心，能就是一起合作这样。哇，就是天生一对的感觉。对，因为他已经基本上是确定好的角色，所以确定说是要跟他搭的时候，那时候就感觉说 yes， 我们上一次没有搭到，这一次终于好像我们可以有点什么。漫画里面才会有的剧情，虽然一开始没有就是在一起，错过了一次，然后后来又在一起了，后来又重逢对啊，了。好浪漫哦。其实我后来有发现，我们2个过去的生活轨迹重叠很多，像是他去打工的餐厅是我很喜欢去的餐厅，就会想到说会不会其实以前我在吃这家餐厅的时候见过面，对你早就在我们其实是有见过面的那个状态。偶像剧剧情，对啊就是这样子。 Oh my god！你要先好，那你先。哇，很积极。好难得哦，吓一跳，我怕我等下就忘很记了。出乎意料。好，你说。就我平常就是一个很不会聊天的人，但是我们短短的遇到大概5分钟10分钟，就聊了蛮多的。对吧？对，聊就是发现我们都是台中人，然后成长的轨迹很像，然后因为我们是同一届，所以同一届，然后超多共同朋友。对，考的事也都一样。然后我就是幼稚园同学，可能是他的大学同学。对，然后高中同学有，然后也是我大学同学。我们家也是在同一个方向的，关系好深哦。对，所以就是很就是这短短几分钟就建立起一个羁绊吧。然后试镜的时候又很轻易可以看到他展现出他脆弱的一面嘛。后来发现要一起演的时候，就觉得很
很开心。高中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人，就是他。高中的时候，他是风云人物吗？在台中？是啊，他是台中的。你是台中的我自己觉得人物吗那时候是，就至少我们学校都知道这个，就是所以你很多人都知道高中就他注意到他了。就知道这个人，对。 Oh my god！ 然后，所以就是那时候试镜的时候说，哦，我要跟洪礼峰就是搭档看看，我觉得还蛮期待的。对，然后见到他本人就发现，他比我想的没距离感很多，然后很容易亲近，所以试戏的时候我们也都蛮交给对方，感觉我们不用透过什么言语就可以知道对方在想什么，所以就很希望可以跟他搭。然后后来真的是他的时候，就觉得很开心。天哪，我觉得我现在听完你们2对的故事，我都觉得乔姐可以再拍另外2部剧了，可以用他们原本的故事，然后再拍衍生的。太神奇了吧！另外一部天哪，我现在脑袋已经有那个画面了。Oh my god， 乔姐，乔姐。陈邦在戏中是演厨师嘛？那平常自己也会下厨吗？我比较常煮那种家常菜，家常菜。对，就是简单的炒青菜啊这种，然后一些简单的料理鱼这样。那玄宇有品尝过吗？还没有，还没有。你有看到他失望的脸吗？因为我们比较多都是想吃什么，然后他说，我们今天要不要一起吃饭？然后我就说好，我来找餐厅，就是好像都忘记说应该要去。我比较不会在外面吃餐厅，对，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吃素，我反而是从他身边得到，然后有这些素食餐厅可以吃这样。那玄宇在剧中就是有喝醉酒的场景嘛？你私底下酒量好吗？酒量还 OK， 真的至少比他好，至少先看到他都是他先醉，然后我还在旁边很清醒。他也不会喝多，他不会贪杯，但是就是他，譬如说混到红酒，因为我知道他的罩门是红酒，那后来知道就会说，他不要喝红酒，他喝其他的酒。其实如果真的很醉的状态下，我也是直接睡着。我印象比较深刻，也是跟刘丽有一点点像，但是没有到那么夸张，就是比较喝开心了，然后可能因为想要表达的东西太多，就很感动，然后抱着那时候的朋友，就一群哥们，然后就是很开心说谢谢有你们，然后一边哭，然后就开始亲人家脸颊。你会谢谢。听说就是秉承就是发布一个音乐作品嘛，对不对？算是我的 cover 啦，就是张悬的歌，我自己当编剧，然后导演是跟别人一起导，然后剪接也是一起剪，然后自己组一个迷你剧组完成这个作品。为了要纪念我现在的生活状态，我想要把它变成一个完整的作品。我有机会就是先听到几句嘛，因为听说你蛮会唱歌的，如果你看着镜头会紧张，你也可以看着我们李峰唱。我不介意哦，真的。看着我应该更紧张。你看他炙热的眼神。好。深深的话要浅浅地说，长长的路要挥霍地走，大大的世界要率真地感受，会痛的伤口要轻轻的揉。好，先这样。好 ，Oh my god， 好听没有啦，没压抑，好听，是真心好听很好听，是真心好听。我在很久丁里面也有一个音乐作品，对，是我作词，然后也有参与作曲。我算是有完全照着剧本里面的剧情去写，就是投射这个教授对很久他的心情是什么，他不想要失去他的这种感觉，把它揣摩出来。你的笑容擦亮我整个宇宙，想陪你做你想做的梦，漫步走在星空，凭什么？干嘛？你继续。能牵你的手一起过 ，You're my eternal love evermore， 一直到很久。哇，谢谢大家。很棒啊！我觉得你唱歌很好听是真的所以你要更多自信，真的，你唱很好听，迫不及待要在剧中听到这首歌了。那因为李峰就是这几年都有演过不少就是同性题材的作品，演下来有没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可以跟观众分享？然后这次演这个角色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挑战？我觉得演同志题材的作品，好像跟演男女相爱的作品，好像其实没有差很多，可能会有比较多社会压力吧。但是除了这一点之外，其实一样都是两个人相爱，所以我觉得演起来没有差很多。这次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，
我这次不是人，是一个 AI 机器人。你有虽然看什么行为很像人揣摩吗，有我有去看很多电影，像是 AI 人造意识，还有什么？机械姬应该就是人造意识，对对对，韩国也有一部那个全向情人。我的全像情人，但是看完这些之后，就觉得好像还是要找到属于自己的 AI 的诠释的方式，因为每个人的想象都不一样。我就找到了很久的诠释方式吧。我觉得很久在他很可爱的外表之下，很想要成为一个人，然后很想要得到爱，这是我觉得我最抓紧的一个核心。我现在很欣慰，我第一次看到李峰讲这么多话，我也第一次讲了这么多话，真的，我看了你好几年的我也好欣慰。访问，你真的今天讲了好多话，谢谢真的你太棒了，谢谢真的太棒了。那两对 CP 其实就是朝夕相处一段时间嘛。那我其实就是真心好奇，有没有哪一刻是真心觉得对方哇太可爱了？其实他私底下跟工作上其实其实都蛮怂的，就是蛮相近的。好像不会特别去说觉得他这样子很可爱，就是他就这样子就很可爱，就不会特别觉得他突然间这样子做很可爱，就他平常就很可爱这样。哦天哪，好会讲话哦！对，天哪求生意志很强。但是玄宇是真的可爱，没错。我的话，我觉得也是到后面戏拍完，我们的感情真的变得非常好，然后你就会看到他原来有非常大男孩的一面，真的，因为我们之前有在一个草原，然后他就会在那边就是小跑步，然后很开心，很快乐。对，然后就觉得哇，这是不一样的黄晨邦，然后看了就觉得说好可爱哦，这一幕我一定要拍下来，跟我买影片在我那边。真假的？好，我现在给你买。我跟他就是因为我们很常排练嘛，然后都会在排练室待一整天，所以我们都会聊很多天。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，可是就像你们看到，他就是会需要时间去思考。然后我觉得他在思考的时候很可爱，就他可能会思考到一半，然后他会说：“我觉得”，然后就停住，然后就说：“哦。”算了，这样他可能会想到想法，然后又想说我再组织一下，然后又会陷入思考。我就觉得他那样子很专注在想事情的时候很可爱。怎样？是在笑我吧？不是笑你啊，是真的觉得很可爱，因为你是很认真在想要跟我交流，所以我感受得到那种感觉。谢谢。那李峰，我觉得我印象很深刻是在我们拍戏拍到一半吗？总之有一天我生日，然后他写了卡片给我，然后我们那时候是住在他朋友的家里，然后他晚上的时候就很害羞的拿出了那个卡片，然后他戴着眼镜，对，然后洗完澡，然后他就很害羞拿出那个卡片说送你，然后他说我要念给你听。对，因为我想说很难得有机会可以念卡片给他，然后我们两个就坐下来面对面，然后一开始我们两个都有点尴尬，但是他很真心的想要念给我听，所以我们两个就坐下来，他就慢慢的把卡片念完，真的很感动。然后那一幕也是很可爱。我发自内心觉得这一段真的超级可爱，我有感觉到你的愉悦，因为真的很可爱，很真心，很真诚。因为现在其实真心就是会写卡片的人，其实已经不多了，就大家可能都用 LINE 什么的。然后他竟然给他卡片之后，然后还坐下来说我要念给你听。我真的，我现在怎么主持啊？我要疯了，不是这个是不是？他从台中那边，然后可以接回这边，真的是可以再拍一部完整对，的就是戏耶。重点是就是那个本子，感觉好像都已经下来了，怎么可能啊？我以后会把这段讲成故事，然后开始跟朋友分享。说你知道吗？他有个男生会这样子做。我想要知道，就是给彼此的吻技打几分？来，我们这一次李峰先。让你们时间想一下。几分？9分。9分。为什么？怎么说9分？我觉得形容一下。我觉得那个感觉很像亲奇异果。奇异果，因为它酸的吗？不是。我觉得秉承不会开心哦。我觉得秉承不会开心哦。就是没有，是切开后当然是很软的。是切开后的奇异果还是没有切开的？没切开的。没有啦，是好了，其实是那个胡渣，我想不到别的形容。胡渣啦，比较长，就会感受到他的胡子在摩擦的感觉。我觉得他属于猛爆型的。猛爆型，
比较激烈的。就是会侵入吗？没有到侵入了，没有，没有到侵入，是那种鼻子会直接压在你鼻子上面的那种。互相都会压啦，就我压的时间、压的次数可能比他也许是身高的问题，这个描这个可以播吗？也许是身高的你们问题。是18禁的没有了，没有。秉承呢？为什么9分啊？我10分。哦，他很在意耶，没有啦，主要没有那我想知道那1分是为什么？一分可能是那个胡渣有点刺胡渣的下次改进。好，但我还是给10分。 10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嘴唇就是很软，我想不到形容像奇异果这种，反正就是很软，然后小小的，然后就是很好亲这样。对，我只想得到这样。好，但就是反正亲起来是很舒服的。我应该也会给9分，然后少掉那1分就是可能也是胡子，但是我觉得跟他接吻有蛮多滋味的，吻戏的部分到后面精彩的地方，我是可以尝到泪水的，然后你也可以感觉到嘴唇的颤抖，连接吻都是有在状态内的，就是有进入到那个状态，然后连嘴唇都有戏，对啊，怎么那么猛？那有像什么样的东西吗？就是触感，因为像我刚刚就要说我是刚刷，我是刚刷，因为真的太长，他胡子真的是因为戏里面是要留胡子，所以我们不管是激不激烈的部分，都会被亲到周围都会变红，然后化妆师就会跟他讲说：“陈邦啊，你大家可不可以亲小力一点？那这样子我还要再去遮。”但没办法，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不会想要控制他说就沾到就好，我们还是要在太入戏了。对，在状态内，所以就是还是没关系，就来一次再补一次，来一次再补一次。那陈邦呢？10分吧。10分。对，因为它嘴唇很软，有点像棉花糖。你亲下去的时候，就是真的，你感觉你的嘴唇就是泡到棉花糖里面，就会被包覆的那种感觉，感觉很幸福哎。对，等一下我更开心。对，等一下我更开心的是我最期待的甜蜜环节。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会准备一些名场面，那要请2对 CP 就是用温度啊、情感帮我们重新呈现出来。那最后会请我们现场工作人员投票，看哪一对 CP 的演技更能打动他们。根据2对 CP 呢，指定他们要演出的一个外国 BL 剧片段。第一个是泰剧《千星传说》，第二个呢是韩剧《语义错误》。所以现在要请你们派一对代表出来猜拳，看谁先攻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。默契很好。剪刀石头布，好，后好了，好啊你。要好，那我们就请我们的竞力 CP 上场喽。队长。你会等我吗？部长的儿子都下令了，我哪敢抗旨啊？小丽，我会等你的，不管时间多久，我都会等你回来。你要好好照顾自己，你也是。我先走了。你如果还长得很丑的话，应该就真的没救了。我帅吗，哥？什么啦？你觉得我帅吗？很久。帅，你真的帅死了。
我要预告，1分钟后我要亲你，你想逃就趁现在。然后再来呢，题目2是要重现我们的 VBL 的经典片段。然后这个环节呢，就是要请你们攻受交换，比如说秉承要演顾不暇，然后李峰要演僵持。那有2个题目呢，一个是免疫屏蔽，一个是绝对占领。先攻者可以先选。我们就来免疫屏蔽好了。好啊免疫屏蔽。 OK， 好，玄宇要当僵持，杨逸轩，我是杨逸轩。对，有遇到你要当僵持。那我们陈邦要当我们的顾不暇。好。我都不知道哥哥这么会玩。我也不知道弟弟你这么会玩。走吧，带你去个地方。虽然我是你的员工，你也不可以予取予求啊。我知道那是你的应急反应，可是我还没有准备好。对不起。结束了。欣赏到2对 CP 精彩的演技，那我们现在要来就是看看票数。待会的赢家呢，有我们独家的30秒可以宣传自己的节目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票数。题目1获胜的是我们的保留席位。好 ，OK。那我们的第2组呢，题目2呢，获胜的是我们的恒久定律 CP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还是要继续帮大家谋福利。没有错刚刚已经有福利了，现在还是继续要有福利。主委加码，没错，我们要加码。接下来要进行的环节是我眼中的他，就要请2对 CP 呢帮彼此拍照。那我们这一次就是比较特别，就是以往都是我们拍嘛，然后送给粉丝嘛。对这次要请他们就是拍完之后呢，自己装饰这个作品，然后再送给我们的粉丝朋亲手友。做。在学生时期的时候，美术有拿高分吗？我小学是快6年的学艺股长，是你想当学艺股长？因为学艺股长工作没有很重，然后大家又会喜欢你，所以我觉得蛮好的。哇，我想就是个心机鬼呢。不是因为那种风纪股长就会被讨厌了，别有用心。可是学艺股长就是对，哦，真的哎，你好适合当学艺哦。玄宇跟陈邦那一组应该要做得很棒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们在剧中不是有那个手做的环节吗？大家还是不要期待太高好了。你一直偷看别人答案，没有，就是不想跟别人一样。我不想跟别人一样。陈邦看起来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吗？对吧？陈邦，好，贴纸。你以前有做过这种手作吗？没有，没有所以这是第一次。对哇，那就抽到的粉丝很幸运。对，啊，我要去留言。就最后抽到的是我去玄留言宇这样子。他现在对于他要摆哪里，对啊，他很不知道怎么办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为什么要遮一没关系，好我觉得下去了就好了，啊，这个好可爱哦。其实我今天有点期待陈邦的冷笑话，因为我想说每一周都会有一个惊喜嘛。教你一个，这是什么？弹出来的错，这叫爱个巧鬼。天哪，我不应该。那我也讲一个，有一条狗在路边，有一台车子要过去，但它不走，所以那个汽车就按喇叭。猜一个品牌，我们买得到，买得到，很常见，非常很大的牌常见子。。不要讲，等一下让我想，他们还继续在装饰。
完成的 CP 可以对我们镜头展示一下你们的作品？设计的部分呢，我很简单，就是把我们剧里面的 icon 就是青鸟画出来，然后也因为有山、有花、有草、有青鸟，然后告诉你说愿青鸟带给你幸福，所以希望可以收到这个的粉丝们，你也可以获得青鸟眷顾的幸福。哇哦，不愧是作家哎！其实我里面设计的每一个东西都是有特别的意义的。这个应该是浇花壶，就像是你们，然后我就是这朵花，因为有你们我才能开花。送给大家的话就是好好享受你们现在所有的时间，对，就是享受当下就对。天哪，怎么舍得送出去啊？对啊，不要把那段剪掉，不要送。那我们请我们平衡 CP 对我们镜头展示一下作品。就是我们剧名，然后加一个可爱的机器人，这样。笑容是那个我那首歌的歌词的副歌第一句是你的笑容，然后这是我 cover 那首歌我很喜欢的2句歌词，就是别忘了要温柔，别忘了要快乐，这样。就希望收到的人可以一直记得要温柔跟快乐。然后下面就是我们的跟他们一样，就是剧里面的元素 ，You are my number 9啊，军牌，然后一个伞下面有9跟1，就是1瓶跟很久。哎，很不错哎，很有那个画面感。等一下，第一包多加一点东西，哦，我好像弄坏了。你要星星吗？那个我多画几个，让他画一下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好怪，没关系不。会啊，我觉得对很可爱很可爱每个创作都是独一无二的。谢谢。这系列的贴纸我就一直用，就是很好用。然后我觉得就很像教授带着很久去散步的感觉。然后这边有一个教授跟很久，还有一棵草，还有一个签名，还有一个草跟签名，绿意盎然，非常好，非绿意常好盎然。 OK。看到这时候的你们，保留席位已经快要播出完结篇了，所以你可以到 VBL Series YouTube 频道，把保留席位以前的所有内容都可以看过一遍，然后完结篇也不可以错过。接下来就是很久定律，我们很久定律即将要开播了，在2024年2月2号，然后是每周五晚上8点。看完4部曲完，就还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番外篇，4部都有，然后记得锁定我们的官方社群，就会告诉大家怎么获得我们的番外篇。非常的期待哦。那我们今天谢谢我们的2对 CP 来我们节目中玩，谢谢。好，那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别忘了开启小铃铛哦。然后记得要到 Tell Me Why IG 参加抽奖活动，可以收到演员的亲签拍立得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好，我公布答案，叫博朗咖啡啊，巴朗咖啡。你很捧场，你很捧场巴拉咖啡。行销组，我们请他去直播好不好？